如果吹牛有段位，小伙伴们认为自己会是什么段位呢？如此尖嘴猴腮的标志性脸型，大熊却犯起了脸盲症。岂料小朋友不仅认识大熊，还满嘴鸟语。就算小夫出现，买家秀与卖家秀都摆在眼前了，大熊的记忆中依然查无此人。不八卦枉为人。不过静香倒是个记忆力超群的，原来这是小夫住在美国的亲弟弟小哲，可招呼还没打就被小夫拉走了。小夫的怪异举动引起了小伙伴们的怀疑，但小夫却美名其曰这是来自亲哥哥的保护欲。岂料小哲还想开个财大气粗的家庭趴，小夫气到原地蹦迪，预感大事不妙的他只能双手抱膝求助于蓝胖子。人比人气死人，小夫家的财力早已富可敌国，岂料小哲家的财力就连财神来了都得自叹不如，自家飞机和雪山应有尽有。小夫越说越嗨，完全不考虑穷人的感受。就因为口嗨的毛病，小夫在弟弟面前把自己说成了人上人，满分考卷天天拿，嫂子一抓一大把，胡子屁股随便摸，这么夸张的牛逼，弟弟还真就信了。所以小夫才把弟弟藏着掖着，不让他与众人见面，生怕自己树立起的高大人设一夜间崩塌。岂料小夫蹬鼻子上脸，想让大熊两人配合自己打造完美人设，这番话好似一双油腻的咸猪手，恶心极了。可就算小夫虔诚无比，要脑门砸地，依然被请出家门。吃瓜人吃瓜魂，吃瓜人冲浪有精神，拿出间谍卫星，静香拒绝，学霸拒绝，胖虎更是全都杀人，只怪小夫人品太差。小夫刚虎口逃生，又流年不利路易老师家访，内容还是与大熊不相伯仲的成绩，惨真惨。这时小哲前来邀请大熊参加家庭趴，大熊从小哲口中得知，小夫在小哲眼中那是如同偶像般的存在，是自己人生的目标。为了不摧毁小朋友的梦想，蓝胖子只好追上小哲，送出印象灯帽，美名其曰小孩子也要永追世界潮流。至于这到底是顶什么帽子，敬请期待。小夫还想忽悠老师老妈不在家，老妈就主动前来送人头。老师刚开口，小哲的到来又给小夫判了死刑。生死时刻，一道圣光射出，老师立马换了副面孔，直呼1+1都不会的小夫都能保送东京大学了，简直就是3000年一遇的学霸。小夫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原来这就是帽子的功效。小夫还在一脸蒙圈，小哲就想看小夫的中国功夫了。胖虎掐准时机就来送人头了，一道圣光闪过，战神胖虎跪地求饶，嗷了一声转身就跑。小夫路遇妹子，又是一道圣光，妹子争着约小夫去洗头发，光天化日下提这种要求，小夫让小哲赶紧撤。岂料小哲一走，妹子也散了。胖虎一记陈年老脚，就要报下跪之仇，全权让小夫痛不生育。小夫这才知道自己沾了小哲的光。家庭趴如期举办，小伙伴们玩得超级嗨，小夫却动起了小心思，为了成为人上人，将与弟弟捆绑共度余生。那么小伙伴们畅想的完美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这个小学生包下了整个电影院，但却不是为了求婚。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难道不是耍流氓吗？这么好玩的游戏，谁人不想尝试一下？看着不断前进的队伍，怎么也该轮到大熊了。岂料胖虎突然空降，小伙伴们作鸟兽散，小夫只能双膝跪地虔诚的上供。最后只有大熊一人没玩到，想让静香安抚心灵，可媳妇儿也并不开心。本人打算去看陆木动漫大电影，可陆木的铁粉千万，一票难求啊！大熊本想约静香闺房一聚，岂料学霸又来抢妹子了。听说是想看陆木动漫，学霸表示我家有全息投影100寸大彩电。看着两人大白天搞暧昧，大熊哭得像条单身狗，人这一生气就想找个地方静静。岂料大熊的午睡宝地也被抠脚大汉给无情占领了。看到大熊无理取闹，蓝胖子决定帮大熊找点其他乐子，比如看看陆木匠。可一出房间，大熊就慌了，总感觉又要被插上一脚，比如女帝老妈无情的怒火，又或者节目突然被下架。可电视一开，大熊完全是多虑了，两人看得好似发情，老爸却突然换了台，不让看陆木动漫那就是生死大敌。蓝胖子拿出包租芯片，芯片虽小，功能却屌炸天，轻轻一吹粘到电视上，老爸就被老妈呼唤走了。只要贴上芯片就代表包租成功，最重要的是还不要钱。看着今天万事不顺的大熊，送上了一堆芯片，芯片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大熊首先要夺回自己的地盘，本想晓之以理，可谁会怕小学生？大熊只好动用绝招，抠脚大汉又成了打工人，苦命的回去搬砖了。
大雄刚想午睡，却有了更狠的打算。胖虎正玩着借来的游戏机不能自拔，岂料大雄来砸场子了。贴上芯片，比胖虎更恐怖的虎妈就来教育儿子了。大雄成了另一个胖虎。可一听说陆木匠在公园拍摄电影，游戏机什么的一点都不香了。蓝胖子带着小咪包下了整个鱼店，想白吃白喝泡妹子，赏着活蹦乱跳的口粮，吃着新鲜出炉的生鱼片。可大雄的路过却吸引了蓝胖子。这年头的粉丝特疯狂，把公园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小个子完全看不到。导演一声令下，陆木匠就进入了影后级别的表演。蓝胖子可是陆木匠的铁粉，连小咪都不要了。大雄拿出芯片贴在公园入口处，出手就直奔清场而去，迈着发行的步伐冲进公园。可公园早已空无一人。蓝胖子恍然大悟，包租了公园，陆木匠当然就走了呀。蓝胖子杀熊的心都有了。大雄丢了陆木，却路遇媳妇儿，因为学霸家的电视出了故障。大雄刚想跟媳妇儿一起浪漫，岂料学霸突然杀出，静香又被拐走了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大雄出手必须狠。剧情再次出现惊人反转，老爸不允许学霸谈恋爱，大雄又夺回媳妇儿的主权。岂料静香今天还有钢琴课，可下一秒丈母娘送来捷报，脱单最重要，迈着求偶的步伐来场盛大的约会。电影票早已卖光，但遇事不要慌，大口一吹，贴上芯片。无论什么奥斯卡大片，大雄都有包场的实力，但包场不求婚，大雄你这就是耍流氓了。可大雄帅不过3秒，刚出影院就遭到了现世报，这也许就是包场不求婚的下场吧。那么小伙伴们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吗？最近呢，鱿鱼游戏带大家回忆了童年游戏。那么小伙伴们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？大雄1周没交作业，电话都打到家里了，火急火燎往家赶，却路遇棒球砸头。可遇到土皇帝胖虎，受害者也得变加害者。大雄铁血真男人，一球送进了神城家，神城气到怒发冲冠，小伙伴们只好去抓住罪魁祸首。就算身后有豺狼虎豹，依然被大雄成功逃脱。眼皮子想跑人，胖虎怎能忍？直接由小夫的10本漫画来悬赏抓人，家中的老妈也在逐渐女帝化。蓝胖子只好拿出巡逻球，要给大雄提前报信。巡逻球来到后山，在千年山下找到了大雄。小镇中有豺狼虎豹，家中还有女帝老妈，想蹭个任意门回家，可任意门又日常维修了。蓝胖子只好再拿出路线地图和障碍黑白旗，决定要干场大的。首先铺好地图，再在地图上标志出大雄和敌人的位置。蓝胖子膀胱一扫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大雄这是满城树敌呀！大雄刚逃出后山，地图上就出现了敌人。按照蓝胖子的指示，才逃出了春夫的魔爪。蓝胖子继续指挥，可又出现了敌人，而且还是前后夹击。大雄只能一个跳马，成功收获了一名新敌人。蓝胖子都惊呆了，这得多好的运气啊！眼看后方敌军求追不舍，蓝胖子只好放大招，拿出指旗器，大棒落下，就是奔着3杀去的。没想到看似呆萌的蓝胖子下手竟会这么狠。胖虎正在为没抓到大雄，要对小伙伴们重拳出击，小夫却找来了神秘帮手，吃着点心指挥着自家娃，可一口奶茶下肚出大事了，妻子跑得比蟑螂还快。原来小夫找的帮手正是田径部，分分钟就找到了大雄。大雄根据蓝胖子的指示逃向了右方，岂料却变成了瓮中捉鳖。这蓝胖子还哪有心情喝下午茶？可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田径部竟看着大雄钻进了缝隙。幸亏大雄比较瘦，要是蓝胖子就得原地飞升了。可出口竟是条死路，但蓝胖子让大雄躲进仓库。等田径部赶到时，竟发现了此地无银300两的鞋子。待田径部进入仓库，才知道这竟是一场骗中骗。大门一关，大雄又是一条好汉，连田径部都失败了。胖虎就想把小夫睡成全身骨折，可高额的悬赏又招来了体操部，可高手竟嫌弃悬赏太低，胖虎便一路加价，直奔破产而去。反正这钱都得小夫出，蓝胖子还得指挥着大雄，竟出现了所谓风骚的棋子。大雄一脸蒙圈，头顶就落下空中飞人，往回逃又遇到人体翻滚机，前路也被堵，大雄只能再次转身逃。岂料第3人的出场更炫酷，眼看要被毁容，大雄一个飞扑，后接一个跨步，但已逃无可逃。蓝胖子只能再次黑化，大棒一挥，送走田径部。可体操部身手敏捷，防不胜防。蓝胖子慌了，他慌了。大雄还逃进了大楼，坐等瓮中捉鳖。再苦再累也不能苦了自己，说什么也要坐电梯。就在体操部赶到的一瞬，电梯终于动了。可就算坐了电梯，
大雄依然被逼上了绝路。蓝胖子放大地图，就让大雄跳楼，说不定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呢。大雄纵身一跃，就体验了这个年纪最快乐的蹦蹦乐。本以为逃出生颠，岂料体操部的活更棒。这时出现了一只手，救下了大雄。小夫推着法国进口高级手提箱，里面竟然装着一个人。小夫为了不破产，跟大雄组成了临时同盟。眼看家就在前方，可地图突生异象，大雄一探头，胖虎也探头。面对实力上的悬殊，临时同盟原地解散。胖虎刚要拳头杀人，岂料虎妈如同天神降临，拖走了胖虎。可家门一开，看地图就知道家中还有2个终极 BOSS 呢。